在如今流行的两性观念中，一个词常常被提及，那就是情绪价值。许多网络情感专家会建议男性要在与女性的相处中给予对方情绪价值，通常被解释为带来一些正面的情感体验，比如倾听、安慰或者关怀。然而，这个说法本身很模糊，任何情感表达似乎都能被囊括其中，让人难以捉摸其真正含义。按照这种观念，男性被视为情感的输出方，而女性则被认为是情感的接受方。这种看法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男女在生理上的差异非常明显。传统观念中，男性往往被期待展现出坚强、勇敢和沉稳的特质，而女性在情感表达上通常更为细腻。这与身体机制有关，女性体内分泌较多的催产素，这种物质让她们更倾向于情感交流，而男性则较少受到这种影响。如果一味要求男性提供情绪价值，反而可能让他们在情感表达中感到不适，甚至违背天性。这种观念实际上是对传统男性特质的一种扭曲。所谓扭曲，就是指男性被引导向情感化和柔软的方向发展。比如暖男这个词的流行，正是这种观念带来的结果。它让男性偏离了传统角色，把过去更多由女性承担的责任，比如做饭、照顾伴侣、操持家务，转嫁到了男性身上。这种转变让男性逐渐呈现出更多柔和的特质。然而，在另一种视角看来，男性完全没有必要刻意去迎合这种情绪价值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这种让男性为女性提供情绪价值的想法，被认为潜伏着很大的风险。因为情感领域恰恰是女性更擅长的地盘，如果男性按照这种方式行事，就等于进入了女性主导的规则之中，失去了自己的主动性。许多遵循这种观念的男性，往往单纯地将情感当作一种情绪交流，但在女性眼中，情感可能远不止如此。对一些女性来说，情感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手段，尤其当对方有强烈的掌控欲望时，她们可能会把情感当作工具，用来对抗那些被她们认为具有威胁的对象。通过情感的表达，她们试图在关系中占据主导，甚至谋取更多的掌控权。在现实中，经常可以看到女性以情感为借口，在关系中对男性施加压力，比如通过表达自己的需求或者情绪波动来影响男性的决定。这种方式有时被看作一种隐秘的操控。女性可能会通过展现愤怒、失望或者伤心等情绪，让男性产生内疚感或责任感，从而不得不顺从他们的要求。这种操控往往表现为一种隐秘的控制，透过情感的传递来左右他人的行为。比如，当女性用抱怨或者泪水表达不满时，男性可能会因此感到不安，最终妥协以换取平静。一旦这种情况发生，男性就容易陷入被动的处境，尤其是当他们已经被引导得过于敏感和柔软时，他们可能会逐渐失去冷静思考的能力，最终完全屈从于对方的意愿。在另一种观点看来，男性不应该让自己陷入过分情感化和柔弱的状态，因为这会削弱他们的独立性，甚至让他们在关系中变得依赖他人。一旦男性在情感的博弈中失去主导，他们就可能面临被利用或者被压制的风险。理性是男性最可靠的支撑，面对情感上的拉扯，男性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比如想象一个场景，一个8岁的小女孩哭闹着向父亲要一个不该属于她的东西，一个冷静的父亲会基于公平和原则，果断拒绝她的要求，而不是被情绪牵着走。同样，男性在关系中也需要这种清醒的判断力，而不是被情感左右。男性的情感应当更多地投入到自己的目标和追求中。当一个男人专注于实现自己的理想，努力向前迈进时，他会自然散发出活力和魅力。这种状态才是真正吸引人的特质，而不是一味地去迎合对方的情感需求。在一段平衡的关系中，情感支持更多应该由女性来提供，因为男性在追逐人生目标的过程中，
需要有人在背后给予鼓励和理解，而不是反过来让男性成为情感的供应者。当然，关心和照顾伴侣也是男性应尽的责任，但前提是对方愿意为你的目标付出，而不是在关系中处处与你较劲，或者利用情感来谋取自己的利益。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如今的社会中，男性变得越来越感性，甚至带有更多柔软的特质。这种扭曲的关系模式不仅在男女相处中常见，甚至在男性之间的交往中也能看到。那些被引导的过于敏感的男性，往往会表现出多疑、情绪化的一面，这让他们在决策时失去了应有的清晰和果断。回顾过去，男性通常被视为坚韧、理性和独立的象征，他们被期待展现出力量、勇气和责任感，承担起家庭和社会的重担。在与人交往时，他们更倾向于关注实际问题和逻辑推理，而不是沉浸在情感的波动中。而如今这种违背天性的交流方式，只会让男性在内心深处感到更多的不适和挣扎。作为一个有清醒认知的人，你需要认识到当前社会中这种观念的普遍性。只有这样，你才能避免被情感的规则所束缚，摆脱那些利用情感施加的压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情感的作用。在如今这个普遍接受柔和特质的社会中，情感交流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工具。如果你选择利用这种方式，也未尝不可，但关键在于你必须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让情感模糊了身为男性的理智底线。今天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对你有帮助，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超越自我，完善人生。